个被折磨成怪物的电光人，一个被绝症逼疯的富二代。当他们联手复仇，昔日的好友反目相残，曾经的英雄一夜之间多了2个致命死敌。上集我们说到，因触高压电意外变成电光人的麦克斯被蜘蛛侠击败，并关进了奥斯集团的精神病院。说是精神病院，实则是一座秘密实验室。他们在这里对他进行残酷的人体实验，想测出他究竟能承受并融合多少电力。每次实验结束，他们都会把他泡在水池里，防止他动用电能逃跑。长期的折磨让麦克斯彻底泯灭了人性。他放下狠话：你们要是不把我彻底杀掉，我一定会让整座城市付出惨痛代价。本以为他的后半生都将在无尽的折磨中度过，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没过多久，奥斯集团的继承人哈利竟会亲自来救他出去，并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。哈利是奥斯科研公司 CEO 的儿子，他们家族有一种罕见的遗传怪病，家族里的人几乎都活不过40岁。这天，他的父亲也要跟他说拜拜了。临终前，父亲把毕生研究的资料交给了他，说这能帮他治好遗传病。哈利回去后立刻打开硬盘，所谓的续命方法就是拿到蜘蛛侠的血液注射进自己体内，以此改写基因。为了对抗绝症，奥斯家族倾尽所有钻研基因技术，那只咬伤彼得的毒蜘蛛正是他们的核心实验品。而哈利也查到，毒蜘蛛项目正是由彼得的父亲主导，蜘蛛侠就是这项研究最成功的证明。随后，哈利找到好友彼得，给他看了这段视频，想让他帮助自己找到蜘蛛侠。因为哈利知道他经常向媒体提供蜘蛛侠的独家照片，但他并不知道彼得就是蜘蛛侠。哈利表示，只要拿到蜘蛛侠的血液，他就有救。可他不知道一个惊天秘密，彼得父亲当年在研发毒株时早已融入了自己的基因，这意味着除了彼得家族，没人能和蜘蛛基因完美融合。而当年正是奥斯公司过河拆桥追杀了彼得的父母，这世上注定只会有一位蜘蛛侠。得知好友想要自己的血液，彼得当场震惊，果断拒绝了哈利。毕竟他清楚，上一个这样做的人已经变成了蜥蜴人。可哈利执意要他帮忙，无奈之下，彼得只能先假意答应。几天后，他换上蜘蛛侠战衣，亲自出面拒绝了哈利。这一下，哈利彻底失去了耐心。他想不通，蜘蛛侠能救无数人，为什么就不能分一点血救他这个绝症患者？也正因如此，蜘蛛侠又多了一个死敌。You're a fraud, Spider-Man! 就在哈利准备就此摆烂混吃等死时，助理却给他悄悄透露了公司还存在蜘蛛血清的消息，这又让哈利再次燃起了希望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公司高层为了夺权，故意把麦克斯人体实验的消息公之于众，趁机夺走他的股份，把他踢出了董事会。他们绝不会想到，这一步棋终将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在离职消息公布前，哈利换上员工服，悄悄潜入实验室。他找到被囚禁的麦克斯，解除了镇定剂，麦克斯缓缓苏醒。哈利表示可以帮麦克斯去吸收电网的能量，这样他就能去报复蜘蛛侠。但作为感谢，麦克斯要帮他干掉副总裁麦肯。Because I need you. Yes, I need you. You are my only chance that I have at surviving. 这番话戳中了麦克斯，因为他一生从未被人需要。哈利趁守卫赶来，用电击枪给麦克斯注入第一股力量。电光炸裂，麦克斯彻底挣脱束缚。经过长期电流折磨，他的爆发力恐怖至极，甚至能化作电流穿梭于物体之间。望着自己亲手放出的恶魔，哈利嘴角浮现的笑不是喜悦，而是一种复仇的狂热。卡夫卡博士想逃跑，麦克斯直接用电光将他捆住，以牙还牙。重回奥斯大厦的麦克斯，第一个要复仇的就是副总裁麦肯。这家伙不仅借助精神病院的幌子在里面做人体实验，还夺走了哈利在公司所有的股份。哈利让麦克斯电晕麦肯，又上前在手里搓出微弱电流，把麦肯唤醒，逼他带路。Red is all yours. 随后，麦克斯融入城市电网，完成充能，准备去找蜘蛛侠复仇。哈利则逼迫麦肯带他去找蜘蛛药剂。秘密实验室里面摆满了高科技装备。哈利不顾劝阻，强行注射血清。然而，看似救命稻草的药剂却差点害死他。撕裂般的剧痛瞬间侵袭他的全身，药剂中的毒液疯狂扩散，他的身体以不能承受的速度飞快病变。麦肯见状，立刻逃跑，还锁死了大门，显然是想让哈利死在这里。而濒死之际的哈利用尽最后的力气爬向父亲留下的战甲。哈利不顾一切钻进战甲。战甲检测到他中毒，立刻注射应急药剂。可2种药剂在体内疯狂反应，融合成一种全新物质。它确实治愈了哈利的遗传病，却也彻底吞噬他的意识。新一代绿魔就此诞生。